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你的空气清净机到了。啊，空气清净机？空气清净机啊，空气清净机？你买了什么？哦，空气清净机啊。Pure Station 第5代，给你清新的好空气。开始之前，别忘了先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我们第一手通知哦。嗨，我是阿贵，他是凯特叔叔，进开箱。光是处理器呢是8核心 AMD 的处理器，然后特规的 GPU 也是 AMD 的。我们现在外面的机体大部分都 DDR4，它的是16GB 的 DDR6，那它的储存空间给了1TB，但你实际上可以使用的话，我没记错是825GB，提供到8K 的资源，还有新的4K 120Hz嘛。光碟版建议售价是15980，那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数位版本，数位版本的话是12980。那这次还有一个很特别，就是主机的底座。主机的底座，在过去在 PS4 的时候，主机的底座是要另外付费购买的。那这一次呢，它 PS5 它就直接附赠在它的盒装里面咯。你想要站着、躺着都可以。在 PS5 的主机部分啊，你可以从它旁边侧边看。像什么南山微风大楼哦，原来它就是一栋最大的 PS5 啊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那首先呢是在它这个主机的背面啊，它的 HDMI 有支援到 HDMI 2.1的部分，也是新的格式。对，那再来就是它的主机的正面的部分，那在它这边的位置，它有一个是 Type-C 的插孔，那上面这个 USB 它是附到就是 USB 3.2。那在游戏存取的部分呢，它里面所采用的是 PCIe M2 的一个规格，所以它的读写速度是将近是之前的 PS4 所使用的 SATA 的 SSD 还要来得快，至少快4倍。但是它目前主机啊有一些限制，就是它目前暂时没有开放扩充的功能，应该是要等就是事后这些东西普及了，它才会慢慢把它释放出来。它现在其实还有一个活动，就是像首批的玩家，把你的 Plus 会员登进去啊，它里面送你至少18款的游戏。那这些18款的游戏大作其实是之前 PS 上面都是蛮有名的大作，例如说 Final Fantasy 15，或者是那个最后生还者，是魔物猎人世界等等，这些游戏它是免费送哦。那在这一次的主机外观设计呢，很多的网友都会说它长得非常像海马社长，而且它这一次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在压花的设计。对，这个压花的设计啊，它直接把它摇杆的方块、圈、叉、三角都把它放入它的设计元素里面。它这个东西呢会放在主机上面跟摇杆上面。其实我还很在意一个地方，一般来讲，我们像主机之前的 PS4 它是消光黑，对不对？它比较不容易沾像一些毛啊东西，它中间这边一整条，超容易沾东西。对，这是我蛮尴尬的点，因为像我有养猫，所以这一台啊，就是一定会有静电，会有一些落尘，很容易会粘在上面。现在已经沾一堆猫毛了。对，没办法，家里都吸上去了。我家里有3个老大，所以他们的那个毛啊，都会降在这个上面。这个是蛮希望，就是如果有下一代 Pro 版本的，这边可以去做一些消光的设计。它这次在主机的设定上面啊，它的摇杆比较特别，就是它的一些触控的部分啊，它会有把体感带到摇杆设计上面。阿贵，你知道它怎么把体感的东西带到这个摇杆设计里面吗？震动更大吗？震动更大，你只会想要震动？像我们在玩游戏啊，有一些拉弓的射击类的一个动作嘛，那你可能在按 L2 的时候，那个按下去的力道，它会随着你拉弓的强度不同，按下去力道也会不一样。它就是把这个真实的体感也是带到这个手把的设计里。官方的数据来讲，它实际是 PS5 的游戏才会有支援这项功能，所以如果你是 PS4 的游戏，
然后你在 PS5 上面玩的话，是没办法体验到这种功能的。它的握感有一点点像那个 Xbox One 的精英手把，它的握感是更好的。对，因为要玩你整个手有没有这样，整个可以这样包覆住、握住它，其实拿起来是更稳的。对。接下来进到一些问题的时间啦。有一些网友有传讯息给我，他就说现在有必要买到 PS5 吗？很多人是新出的就是买新的吗？其实会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。那其实我要先告诉大家，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买到 PS5，你也不用太担心说就是损失哪些东西。游戏主机啊 ，PlayStation 的主机一台通常寿命会是7年。对，还蛮长的。那再来第二个就是PlayStation 其实在主机的交换期的时候，它会有很多的游戏都是做双系统的双世代，就是例如说这片游戏它有支援 PS4，它也会有支援 PS5。那除非就是可能等过1-2年左右，会有一些是 PS5 独家的游戏，这时候再来烦恼。不然基本上其实游戏的重叠期啊，我预估应该照往年的记录来看啊，通常会有2年左右的时间。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买到 PS5 主机的，你也就是不要太灰心，对，因为游戏基本上你是喜爱玩游戏的人，你玩的是那个游戏。那基本上你在玩那些游戏，它都是可以玩到的。如果你之前没有买 PS4 的话，那其实我还是会比较建议你买就是数位版的。第二个，数位版成本开销比较低。那第二个就是 PS 的那个商店上面，其实它的游戏很常会去做一些特价的活动。那这个特价的活动其实就是让你在买数位版的游戏的时候，价格也算蛮便宜的。光碟版的部分啊，除非你今天是游戏的收藏家，或者是说像凯叔就是有一种习惯，就是游戏啊，如果是单机游戏，我会习惯买光碟版，因为光碟版通常就是你玩一玩，你破台了，那你就再转卖给有需要的人。那其实你玩一片游戏的成本，你可能大概只花100-200块左右。对，那其实那个 CP 值也是蛮高的啦。那有些人就是喜欢收集游戏片，或者是他的主机真的是后续有想要拿来看影片等等的，那他可能光碟版其实对这类的用户族群也是比较 OK 的。再来呢，就是如果你现在是有 PS4 游戏的玩家，你也不用担心说你买了 PS5， 它的很多东西是不能通用的，因为呢 PS5 啊，它将近可以相容PS4 99% 的游戏。你目前在 PS4 上面所买到的游戏有99%，它这个主机都是相容的，向下相容。对，向下相容。那所以它其实这个功能我觉得相当不错。对，我有 PS4 的人，其实我没有。假如我有 PS4，那我买了 PS5，我要把 PS4 卖掉吗？其实不用，因为现在 PS4 啊，它已经有新增一个功能，就是 Remote Play PS5。也就是说，其实你把这台 PS5 放在客厅游玩的时候，哪怕是你的家人啊、太座或亲戚朋友，他们可能需要用到客厅的电视，但你一样想要玩电动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？你就可以把你的 PS4 移到你的房间，或者是移到电脑旁边，用它 Remote Play 来玩 PS5 的游戏。对，等于它可以远端自己家里的一个主机，然后去做一个游玩。那甚至是如果你的公司、工作室的网路很好，住家的网路也很好，那你可以把 PS4 一台放在工作室，那你的 PS5 放在家里。你随时可以用 PS4 远端换，再玩你的 PS5， 接着玩。它并没有因为说出了新的主机而放弃了旧主机的玩家。当然，你要有最好的体验，当然建议还是要更换升级设备。对，要升级设备，最少升级成4K 的萤幕啊。它的喇叭的部分是有支援到7.1声道的，所以你家里的那个音响效果如果很好的情况下，我是觉得可以直接用啦。但是如果你预算没有那么多的用户族群，我建议就是直接买一组耳机就好。PS 他们本身原厂出的耳机，我觉得还蛮佛心的，因为像它原厂的耳机啊，不管是 PS4 或 PS5， 当时的价格通常入门款通常在3000块以内，3000块上下你就可以入手，而且它都是有支援到虚拟的7.1声道或5.1声道等等。以上呢就是我们 PlayStation 5、PS5 的快速上手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！他是凯特，他是阿贵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